在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一个人，他10岁丧母，19岁带着几个弟弟离家打拼，大山里采过人参，市场上撂过地摊儿。为了不被恶意压价，他发明了人参干燥法，痛打无良奸商，造福同族百姓。为了消灭文盲，他力主创造本族文字。25岁那年，因为祖父和父亲横死，他靠家中13副甲胄掩杀仇人，竟然意外打出一片天地，成为叱咤辽东的悍勇枭雄。他就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关于努尔哈赤啊，很多人对他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将他视为英雄，说他是富有创造力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革新者，也有人认为他残暴野蛮，取财服人，皆以武力相威胁，就是一个凶恶的暴君。不管评价如何，明清两代的更迭都起始于他手。那么这一次呢，我将用2到3期节目带您详细了解明清战争中的萨尔浒之战。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就从努尔哈赤说起，聊一聊他的父祖意外去世的谜团，以及努尔哈赤本人如何发迹、如何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明朝嘉靖38年5月14，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苏护部的赫图阿拉城，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赫图阿拉村。按照后来追尊的顺序，努尔哈赤这一支再往上倒，分别有6世祖赵祖元皇帝孟特木，这是元末明初沃多里万户府的万户，还有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兴祖直皇帝福满，祖父景祖义皇帝觉长安，父亲显祖宣皇帝塔克氏，中间的5世祖和4世祖没有追尊，分别是冲善和西宝齐片谷。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被明朝授予了建州左卫都督，听上去挺吓唬人，实际上没有俸禄也没有编制，唯一的福利是敕书。这敕书是什么呢？敕书可太重要了，我们谈及明末女真各部争端就绕不开敕书，这是明朝政府为了落实机密政策颁发给边境部落首领的委任文书。有了敕书就可以随贡入京，到北京朝贡，明廷会拿出远远高出贡品本身价值的赏赐，作为对入贡的回馈。所谓万国来朝，有时候啊更像是一个面子工程。那么敕书呢，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入境人员无论是在京停留期间，还是往来京师的途中，都可以进行各种合法的贸易活动。敕书的实质就相当于贸易许可证，除了进京入贡，还可以获得边关马市贸易的特权。我们看历朝历代的边关使，一言不合就会关闭户市，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呢，这就是经济制裁。明朝对马市贸易同样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控制贸易、控制边疆，把敕书的颁布和贸易特权进行捆绑，这就是其中一大关键。明代中后期的辽东啊，朝廷对入贡和贸易加大控制和干预力度，女真各部为了获得更多敕书和入境机会，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是经济命脉始终被明廷牢牢拿捏着。渐渐的呢，女真部落首领们就开始用非正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涂改伪造已经废弃的敕书，比如扣编犯境，抢夺汉民人口财物，比如凭借武力和地理优势，一开始呢还是控制贡道，渐渐的就发展到了抢夺其他部族的敕书。那么努尔哈赤家族这个时候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呢？他的曾祖父福满有6个儿子，清代称为6祖或者是宁古塔贝勒。这哥6个分别居住在相邻的6座城，其中势力最大的3祖索长阿居住在赫图阿拉以东的河洛嘎善。河洛的意思是山谷，嘎善意思是村庄。单从这个地名来看啊，6祖时期的城其实呢不过是一座村寨，但是您可别小瞧这个村寨，这就是后来清代的龙兴之地。6祖的子孙们一度控制了苏子河流域吴陵以东的广大区域。6祖里边的觉长安，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因为战功被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觉长安生有5个儿子，老四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氏。努尔哈赤是塔克氏的第1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额木齐，姓喜塔腊氏。额木齐在努尔哈赤10岁的时候早早离世，这个塔克氏呢
后来又娶了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那腊氏。可是这位继母和努尔哈赤兄弟几人关系并不融洽，到什么程度呢？努尔哈赤在刚刚成家不久，就不得不分家出去当过，领着他的同母弟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儿、摘榛子为生，采摘了山货，再到抚顺马市去贩卖。也就是在混市场打地摊的这个期间，努尔哈赤从相熟的汉人那里得到了2部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个时候呢，努尔哈赤刚刚学习汉字，对这2本书是爱不释手，自认为自己也像诸葛亮、吴用一样，足智多谋、聪明绝顶。当然，论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努尔哈赤也的确带着点天赋在身上。仅仅是卖个山货土产，他就学会了蒙汉2种语言。后来啊，他主持创制满文，也可能是在当小贩的这个时期，发现原有的女真文字已经几近消失，通信往来都要借用汉字和蒙古字，这才在仿照蒙文的基础上创造了老满文，这是后话。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努尔哈赤很可能成为一位霸道总裁。然而万历10年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明代的女真人大致分为3个部分，就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的建州女真在明代的时候居住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主要有2个部落，分别是沿松花江、牡丹江生活的女真沃朵里部和胡里改部。元朝末年，这2个部落先后南迁，到永乐元年，明廷在开元城设立了建州卫。这个开元不是现在的辽宁开元，建州卫的开元城在珲春河流域。永乐14年，明朝政府正式设立建州左卫于凤州。正统7年，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立出来建州右卫，这就是著名的建州3卫。建州3卫的首领大多是女真世袭领袖。历史的演变很有意思，金朝灭亡以后啊，留在中原的女真人大都被汉人同化了。元明2朝呢，把东北的渔猎民族统称为女真。过去建立金朝的女真后裔，大部分呢在海西女真4部，也就是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而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则大部分是辽金2朝渤海人的后裔。明末的辽东啊，女真社会部族林立，此消彼长。其中以海西女真实力最为雄厚，拥有相对广阔的疆域、较多的人口以及比较大型的城池。而一些小的部落呢，实际上不过几个村寨而已，大小之间相差十分悬殊。这个期间的建州女真主要有董鄂、哲陈、苏和素护、浑河、完颜，这就是建州5部。除了海西4部和建州5部，还有长白山3部，分别是朱舍里部、讷阴部、鸭绿江部。从嘉靖末年到隆庆末年，建州女真实际的掌权人啊，叫做王杲。王杲西塔腊氏，王杲的长子叫阿台，清朝一些史料称其为阿泰张经。阿台有个女儿嫁给了塔克氏，这个女儿呢叫额木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生母。所以从这一层关系来说，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曾祖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杲是外祖父。史书当中有关王杲青年时代的记载已经很少，只知道他的父亲啊是个猎户，人称多贝勒。这个多贝勒啊，早些年在山中打死过猛虎，救过海西女真首领王忠的命。多贝勒呢，借助王忠的势力，在古勒山一带做大做强。古勒山地区在哪儿呢？现在通常认为大致在今天辽宁新宾上夹乡鼓楼村西北方向。古勒地区啊，是辽东山区通往抚顺关的咽喉，是明代辽关边墙以外的女真人朝贡互市的必经之路。这个多贝勒啊，称霸一方，后来被明军给杀掉了。多贝勒呢，一共3个儿子，只有王杲存活下来。王杲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大，他控制了建州3卫的500道敕书，把控着建州各部去往抚顺、清河等等马市的货源，贩卖貂皮、人参、松子儿等等特产，以此获取重利。嘉靖末年，明廷批准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又在隆庆末年升任王杲为都督，人称阿骨都督。
建州左卫的觉长安父子也全都归附了王杲。王杲在势力扩大以后，网罗了大批部将，九合诸丘，威震边外，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自认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一反常态，开始对抗明廷。屡次犯边之后，在万历2年，王杲的部将来力宏和抚顺游击裴承祖发生冲突。裴承祖呢，领兵攻打来力宏的山寨，被王杲和来力宏夹击包围，明军最后大部分战死，裴承祖等人被俘。王杲用剑斩杀了多人，并且把裴承祖剖腹挖心，手段极其残忍。为了彻底消灭王杲这年11月，巡抚张学言协同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讨伐古乐城的王杲，双方一番激战，王杲抵挡不过李成梁，败退回了城寨，坚守不出。李成梁用火器攻城，这个古乐寨瞬间陷入一片火海。明军呢紧接着发动强攻，王杲、来力宏等人拼死抵抗，矢石如雨，战况惨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然而一座小小的古乐城终究没能挡住李成梁的攻势，明军突破外城，王杲退入内城。李成梁呢顺风纵火，烧毁500多间房屋和大批的辎重粮草，明军大获全胜。来力宏战死，王杲趁乱逃脱，转1年又想要卷土重来，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一举击溃。不得已呢，王杲就逃亡，投奔了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王台是一位忠于明朝的女真首领，驻地在开元以北，部族繁盛强大。明廷在侦查到王杲藏匿的消息以后，向王台要人，王台呢不敢抗旨，同时也痛恨王杲恃强凌弱，不听约束。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王台把王杲一家老小27人押送并移交给了明军。后来明廷呢为了表示嘉奖，专门将王台晋升为右柱国、龙虎将军。那么王杲呢则是被打进木龙囚车，被押送到了北京。阙下献俘，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云楼，集结百官一起来看。最后王杲被判了个凌迟处死，悬首示众。据说在攻打古乐的时候，这个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在城中，因为都是小角色，被李成梁俘虏以后，就在大营里当了仆役。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阿海成了气候，而且同样都是狠人。在短短几年之内，这哥俩重新修复了古乐城，休养生息，招兵买马，打算等待时机为父报仇。古乐城在哪儿呢？根据学者们的考证说这个古乐城在今天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鼓楼村的东南，胜利村西南1公里的龙头山西端的山头上。万历11年李成梁为了永绝后患，兵发古乐城。古乐城是依山而建，山势险峻，三面悬崖，非常坚固。李成梁这一次呢一直打不进城，他打不进，可是有人帮他。谁呢？这人叫尼堪外兰，出身是女真叶赫部，时任建州图伦城城主。尼堪是女真语，翻译过来大致就是汉人、男人的意思。外兰呢有一说是汉语外郎的音译，尼堪外兰意思就是汉人以外的兰花，或者女真人中的佼佼者。这朵女真小兰花从小就仰慕汉文化，长大以后被明廷插入建州作为眼线。尼堪外兰给李成梁充当向导，并且跑到城下对着守军喊话，说城里的老少爷们儿，你们可长点心吧，天朝大兵已经来了，是绝对不可能轻易放过这里的。你说你们还抵抗个毛线不如直接把阿台杀了归降。李将军有令，说谁杀了阿台，谁就是古乐城主。他这么一忽悠人们还真就信以为真，杀了阿台。守城兵卒一看城主死了，纷纷倒戈，打开城门迎接明军。可是就在城破之际，李成梁食言变卦了，他下令屠城，把古乐城中男女老幼2000多人全部杀掉。根据清史的记载努尔哈赤的祖父觉长安在听说了李成梁攻打古乐以后，由于担心嫁给阿台为妻的孙女遭遇兵灾，于是就主动请缨入城劝降。可惜阿台油盐不进，反而拘禁了觉长安。眼看发兵在即，塔克氏担心老父安危，也进入城内。就在他们为自家家眷拉扯的时候，李成梁发兵屠城，结果呢，觉长安被城内大火烧死，塔克氏也在兵乱中被误杀。这件事是努尔哈赤人生的重大转折，
影响极为深远。清朝史料的说法说，正是因为祖父和父亲无辜惨死，努尔哈赤才决心继承家业，重整部族，替亲人报仇，进而逐渐壮大。这一说法存在很大争议，清朝官方记载和名人所记不太一样，尤其是一些关键细节差异很大。毛瑞征所著的《东夷考略》里边说，李成梁讨伐阿台，薛长安和塔克氏从征，并且担任向导，而后死于兵火。东夷努尔哈赤考说，先是阿台传来薛长安，让他归顺，遭到拒绝。李成梁来打古勒的时候呢，塔克氏因为父亲在城中，进到城中搭救，混乱之中，薛长安被火烧死，塔克氏被误杀。现在已经没法探知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比较明确的呢，是这个薛长安和塔克氏父子是忠于明朝的，并且和李成梁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这父子二人在李成梁征剿王杲父子的过程中充当了向导的角色。清朝立国以后，不愿将祖宗曾经著名叛亲传于后世，经过几次有组织的篡改史料，将薛长安父子说成是为救家人而导致被杀。且说得知亲人死讯以后努尔哈赤立刻找上门来质问为何杀死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明廷自知理亏，只好下诏授予努尔哈赤敕书30道，另外拨给马30匹，并且令其承袭都指挥使。李成梁呢，命人寻找薛长安父子的尸首，但是只找到了塔克氏的，将其交给努尔哈赤，好生安葬。祖父和父亲的死给几乎一穷二白的努尔哈赤换来了一份官职、30道敕书、30匹马。从此呢，努尔哈赤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从明廷获封以后，努尔哈赤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尼堪外兰，理由是尼堪外兰是害死亲人的罪魁祸首，他要为父祖报仇雪恨。史书记载，万历11年5月，努尔哈赤以报仇为名，依靠着祖父留下来的13副铠甲，率领部众30人起兵讨伐尼堪外兰，并且立即得到了一些尼堪反对者的支持。尼堪外兰虽然兵马众多，可是都是乌合之众，努尔哈赤人少，但个个敢于冲锋陷阵。眼见城寨怕是保不住，尼堪外兰带上妻儿家眷就开跑。3个月以后，不死心的努尔哈赤又来攻打，尼堪外兰无心防御，再度逃脱。2次追杀行动让尼堪外兰名声扫地，也让努尔哈赤及其部属威名远扬。就这样，继王杲之后又一支具有反明倾向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辽东地区重新崛起。为了巩固新兴集团的内部稳定，努尔哈赤把自己唯一的胞妹嫁给了嘉木湖寨主哈斯虎。很快呢，他们引起了海西女真的注意。为了遏制努尔哈赤，海西哈达部联合建州浑河部赵家城主李代，攻占了努尔哈赤的一座城寨。万历12年正月，努尔哈赤开始反攻赵家城，生擒活捉了李代。在这之后，伴随着不断的征伐，努尔哈赤的队伍越来越大，先后降服了建州女真董鄂部、浑河部。到万历14年7月，努尔哈赤已经拥有一支1000人左右的精锐部队。这个时候他选择再次进攻躲在浑河部额尔浑城的尼堪外兰。攻克了额尔浑城，却没有发现尼堪外兰。努尔哈赤呢，登上城头一看，说发现向城外逃窜的人里边，好像有一个人是尼堪外兰，领着人出了城，一顿厮杀。努尔哈赤自己重伤30多处，而尼堪外兰却趁乱逃去了抚顺关。费了半天劲，却仍然不能手刃仇人。又得知这个尼堪外兰已经被抚顺明军保护起来，努尔哈赤大发雷霆，将额尔浑城的19名汉人全部杀死。看到被俘虏的有几个汉人受了箭伤，又重新把剑插回他们的伤口，让这些人去给明朝边关报信儿，向明朝索要尼堪外兰。明军是眼见努尔哈赤来势汹汹，尼堪外兰呢又失去了利用价值，索性就把他交了出去。努尔哈赤呢派将领介沙领40人，介沙从此破了杀戒，来到抚顺关下，直接斩杀了尼堪外兰，砍下首级带回来找努尔哈赤请赏。尼堪外兰死了。这个小人物生命最后几年过的是跌宕起伏，努尔哈赤好像影子一样对他是穷追不舍，非要置他于死地。最终这朵小兰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历时3年的斩首行动宣告结束，努尔哈赤在女真部落名声大噪，引得不少女真部落纷纷来投。万历15年，为了招抚女真各部，努尔哈赤在建州老营废止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一座城寨，称其为费阿拉城。这个地儿在哪儿呢？今天辽宁抚顺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的麾下可以说是兵精粮足，又有其胞弟舒尔哈齐以及五大臣的辅佐。五大臣都有谁呢？头一位额亦都钮祜禄氏，13岁手刃杀父仇人，万历8年认识了努尔哈赤，俩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随后不顾亲人反对，决定追随努尔哈赤，后来成为后金开国五大臣之首。到康熙朝的时候，4大辅政大臣之一的鄂必龙就是额亦都的儿子。第二位费英东瓜尔佳氏，苏完部首领索尔果的次子，12岁就能拉开10余段的强攻，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有万人敌的称号。费英东有一个很有名的侄子，就是后来成为皇太极心腹悍将的鳌拜。第3位和合里董鄂氏，建州女真董鄂部首领。第4位安费扬古觉尔察氏，一生之中战功卓著，忠心不二。第5位扈尔汗佟佳氏，努尔哈赤的义子干儿，为了报答抚育之恩，每战必为先锋。这个时期的建州努尔哈赤集团已经初步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权，而伴随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当时的辽东地区遵从的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部族之间和则联姻嫁娶，分则兵戎相见。明廷为了拉拢努尔哈赤，晋升他为都督，授予舒尔哈齐副都督。明朝对待边远地区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由都指挥使司、招讨司、军民府等机构行使地方职能。西南以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军民府为主，基本上属于土官系列，由云南、贵州、湖广、广西布政司管辖。北方是军事重地所在，则是分别设立由朝廷直辖的都指挥使司管辖。都司要么在布政司辖区内另设，民政由布政司代管，比如大宁、万全2个都司；要么呢单独设立总揽军政大权，比如东北的辽东都司和努尔干都司。明廷对东北的少数民族卫所只是进行宏观管理，比如认定其势力范围和视其首领，酌情允许他们进京朝贡，但是对于他们的内部事务，一般情况下并不干涉。老话讲，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必然要有相应的法律来维持巩固政权。努尔哈赤初期的刑法在今天看来简单粗暴，甚至透着一些怪异。但凡有稍微严重点的犯人需要惩罚了，迎接他的不是皮鞭子蘸凉水，而是用鸣笛箭射向后背。罪行越重，射箭越多，稍微轻点的则是掌嘴。朝鲜一个叫做李民焕的人写过一本《建州文件录》，其中说女真人绝无呈诉办理征送取职之事，只以赶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上了战场，勇于冲锋就有功劳，可以获得女人、奴婢、牛马、财物。上的阵区不敢杀敌，就是怂包一个，回来了要么杀了，要么囚禁，要么夺去妻妾家财，要么贯耳射泪。说那些偷了别人东西的人要接受很残酷的刑罚，包括刺耳朵、刺鼻子、刺面、刺腰，或者乱刺全身，直到扎死为止。有时候丈夫犯罪会牵连到妻子，妻子呢需要光着脚踩上火炭，头上还要顶着滚热的大锅，最后折磨致死。修筑费阿拉城之后不久，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疏勒贝勒，并且呢订立国政，禁止作乱、盗窃、欺诈。建立了女真国以后，努尔哈赤加速对外扩张。到万历16年，努尔哈赤攻克王甲城，降服了建州最后一个还没臣服的完颜部。至此前后大约5年时间，努尔哈赤迅速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明朝官方的支持，努尔哈赤表示自己忠于大明，心若金石。他是一再向明廷献殷勤，比如亲自前往抚顺退还被掳掠的汉人，照例派人前往北京朝贡，
积极在抚顺、清河、宽甸等地进行互市交易领赏。当时最认可努尔哈赤的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几次三番为他请功要福利。应该说努尔哈赤的表现极大的迷惑了明朝辽东官员的耳目。万历17年，努尔哈赤又杀掉了屡次扣边劫掠的女真酋长克武什，向明廷献上首级。万历20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发兵援助，努尔哈赤呢请求出兵为明军效力，虽然没有得到允许，但是表达了心迹。说这么一个看上去势单力薄却又特别忠君爱国的人，再加上其祖父被误杀的过往，从明朝的官员的角度而言，你骂他张不开的口，你打他下不进的手。这个期间，经总督张国彦、巡抚顾养谦等人奏请，明廷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并表彰他忠顺好学，堪边效力。万历23年又授予他龙虎将军的称号。这个龙虎将军是明朝最高勋级的武官，到顶了，正二品的品级，和兵部尚书品级相同，约等同于享受国防部长的待遇。龙虎将军的一身行头更是威风到乱颤，身上是绣着狮子的大红官袍，头顶戴着6梁金冠，腰间扎着犀牛带4色云凤兽，手里拿的是象牙护板。有名一代女真人当中，除了努尔哈赤能够获得这般荣耀的，只有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由此，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占据优越地位，凌驾在其他部族首领之上，每出师必有名，归附者是乌泱乌泱而来。随着建州内部统一，努尔哈赤控制了狩猎、放牧、采捕等等经济货源，开始掌控互市交易。几年时间，他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明朝是不可能坐视其一方做大的，于是呢，人们想到了和今天一样的招数，通过经济制裁来遏制努尔哈赤发展，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了建州女真的支柱产业人参。现在人们一提起来东北三宝，耳熟能详的就是人参、貂皮、鹿茸。其中的人参在古代中药领域被尊为上品，由于需求太大，到明朝后期，人参甚至一度出现资源危机。民间的医用人参主要是来自东北山区野山参，也就是辽参。而挖掘辽参的人呢，主要是女真人，因为价值不菲，每年采挖的数量巨大。保守估计，女真人和明朝在辽东的人参年交易量平均在若干万斤，当时或者稍晚一点的价格大概在每斤15到20两白银，几万斤的交易量，年交易金额就是几十万两。明廷对建州的制裁策略是限制人参贸易的规模，原来呢是进口几万斤，现在我不要那么多了，直接砍去一半。再有呢就是压低人参价格，原来15一斤，现在15二斤，再过几天15两10斤。这场明代的贸易战最开始对努尔哈赤打击相当沉重，大量人参库存积压，1、2年就烂掉了10几万斤。那位说了，说这好像不符合常理，说我家买的人参一放好多年，在明代还没有储存人参的技术，人们在密林深处发现人参以后，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一套程序，最关键的是挖出来以后要用清水轻轻的冲洗干净。这种情况下，人参因为自身潮湿，极易发霉变质，腐烂是在所难免。那么建州女真人呢，只好低价抛售，损失惨重。努尔哈赤早些年也挖过人参，为了扭转贸易战的局面，他根据自身经验研究出来一套保存人参的新方法，就是把这个人参拿热水稍微焯一下再晒干，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然后呢再慢慢出售，价钱上也就有了保障。如此一来，明朝的经济制裁最后呢只能以失败收了场。人参贸易战没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明廷又想到了军事制裁。在辽东，明廷一直奉行的是以夷制夷的战略。很快由海西女真牵头，在万历21年9月，海西4部女真加上蒙古科尔沁、锡伯、瓜拉察3部，以及长白山女真、朱舍里、讷因2部，一共9部联军3万多的兵力，奔承3路大军进攻建州。说这个海西女真
为什么成为这次战事的主导？除了政治因素，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利益。明代的东北地区，马匹、冬猪、貂皮、人参、松子儿、榛子、蘑菇等等都是抢手货。关外的物资要走出去，关内的各种手工业产品要走进来，南来北往的贸易。当时的开原是商业中心，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和哈达两部距离和位置占有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和平年代，他们可以坐享开原贸易利益。然而在努尔哈赤起兵以后，通过联姻和贿赂，建州女真从中截胡，南北的货物不再经过开原，而是直接通过努尔哈赤管辖的清河市场进行周转，本来就无利可图了，还被努尔哈赤操控货物价格。这样一来，海西女真以及其他各部对努尔哈赤心生怨怼，矛盾被逐渐激化以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战争初期，九部联军在浑河北岸集结，然后开始由南向北进发，渐渐的就推进到了建州古勒山一带。努尔哈赤呢，命令部众在古勒安营扎寨，根据地形进行周密布防。在布置好了滚木雷石这些防御工事以后，努尔哈赤开始就寝入睡。夜半时分，有探马来报说九部联军营火相连，慢若星汉。侍寝的妃子富察滚带以为努尔哈赤是心生恐惧，乱了方寸，将其推行以后，努尔哈赤说人如果心里有所畏惧，即便躺下也睡不着。我如果是害怕了，怎么可能睡得这么香呢？说完就又去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派出去的探马抓了叶赫部一名小卒，经过讯问，得知敌军有3万之众，当时的建州军满打满算有15000，兵力悬殊，让建州上下闻之色变。但是努尔哈赤认为说，对方人马虽然多，可是成分复杂，九部首领个个怀有私心，打起仗来一定互相观望，有哪一个敢第一个出马，我们就集中兵力狠狠的打，其他各部首领一定不肯吃亏，领兵退却，九部联军就可以一战击溃。战事发展也果然像努尔哈赤分析的一样，说这九部联军先后围攻扎克城、黑吉格城，双方互有伤亡，但是始终无法攻克城寨。同时呢，又被建州军在沿途设置的重重阻碍所阻拦。到第3天，努尔哈赤派大将额亦都领着1哨人马前去诱敌。联军的主帅是叶赫部贝勒布寨，这个布寨领着人就追到了古勒山下，他们是由低向高仰攻古勒山，山上是滚木雷石一起放下来，这个布寨当场被滚木绊下马来，一名叫吴谭的建州勇士上去一刀将其震斩。布寨的兄弟纳林布路看到以后直接晕倒在地，被属下急忙救走。九部联军就此失去主帅，开始各自夺路而逃。数万人马拥挤在河边沼泽或者山间小路，这个场面顿时是混乱不堪。建州军呢，从山上一拥而下，趁势掩杀，联军遭遇惨败。建州军是一路追击到了100里以外的挥发部，直到天黑才收兵回城。这一战，建州军大获全胜，斩敌4000，缴获战马3000匹。海西女真联盟从此被瓦解，叶赫部、乌拉部被迫和建州联盟，长白山女真的讷因部和朱舍里部被努尔哈赤乘胜灭掉。乌拉部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在战场上被生擒了去，努尔哈赤呢，非但没有杀他，反而把自己的女儿舒尔哈齐的女儿都许配给了他。这是努尔哈赤惯用的笼络人心的招数，多数时候是管用的，当然也有眼拙的时候。比如这个布占泰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除了女真以外对于九部联军中的蒙古诸部，努尔哈赤采取了协胜联合的策略，挑选一波被俘虏的蒙古士兵，好吃好喝好打扮给送回去。蒙古科尔沁部首领叫做奥巴，奥巴是个讲究人，专门派遣了个100余人的使团，带着100匹宝马良驹、骆驼10头，分别进献给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一念之差，化敌为友，建州女真和蒙古科尔沁部从此逐渐开始了联盟之旅。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有一个关键是明朝无力压制。这个时间段，明朝主力正在和日本在朝鲜鏖战，所以听说了九部联军遭遇惨败，明廷那边呢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并且想办法稳住努尔哈赤，称赞他保寨有功，加封他为龙虎将军。
万历24年啊，海西女真乌拉部发生了内乱，他们的首领被自己叔叔杀了。首领叫满泰，就是被努尔哈赤抓走的布占泰的哥哥。满泰呢是个好哥哥，自从布占泰被抓走以后，就一直对建州表示绝对服从，甚至不惜重金想要赎人。遭到拒绝以后，又把布占泰的家眷20多人全都送去建州陪伴他。但是种种举动遭到了堂叔兴尼雅的反对。兴尼雅有他的理由，认为姑息迁就迟早会把乌拉部葬送给努尔哈赤。叔侄二人发生争端，结果叔叔暗杀了侄子。满泰死了以后呢，努尔哈赤恰到好处的干预进来，派遣大将图尔坤黄战、博尔坤飞扬谷专程领兵护送布占泰返回乌拉，扶持布占泰继位为乌拉贝勒。为了加强联盟呢，不久后舒尔哈齐又娶了布占泰的妹妹，老丈人变成了妹夫。努尔哈赤又娶了满泰的女儿阿巴亥，老丈人又变成了侄女婿。阿巴亥给努尔哈赤生了3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这些呢就都是后话了。海西女真已经4分5裂，这个乌拉部暂时成了服从建州的傀儡。很快哈达部发生了严重饥荒，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趁机吞并了哈达。这个哈达部一直是亲明派的中坚力量，这回明朝那边说这样可不行，那个努尔哈赤呢，于是名义上恢复哈达部，风头过去以后，又让嫡长子楚英全权接管，哈达部从此就灭亡了。随着地盘逐渐扩张，建州女真内部有一股亲明势力也开始逐渐强大，核心人物就是建州女真的2号人物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舒尔哈齐又被翻译成舒尔哈赤，一直以来充当着兄长的左膀右臂，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都由兄弟2人共同商议决策。但是相比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要更加的保守，他更倾向于家族一贯的亲明传统，他不想像他哥哥那样折腾。就是这么个想法，最终让兄弟俩南辕北辙，天壤之别。舒尔哈齐有亲明的这个倾向，这个细节很快就被明廷敏锐捕捉到，并且着力培养扶持。舒尔哈齐到北京朝贡，受到热烈且隆重的接待，得到丰厚的赏赐。明廷在后来给建州的信中，把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并列，都称为都督。与此同时，舒尔哈齐和李成梁结为儿女亲家，舒尔哈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两家从此往来亲密。有了明廷的扶持，又有了建州内部亲朋们的支持，舒尔哈齐开始飘了，他想要和哥哥分庭抗礼。再聪明的当局者也难免会犯糊涂，这个舒尔哈齐是这样，乌拉部的布占泰也是这样。想当初兵败的时候，布占泰是一个劲儿的磕头亮明身份以后，努尔哈赤亲自松绑，到后来乌拉和建州是5次和亲7次盟誓。可是布占泰始终心有不甘，他不甘心久居人下。继位了乌拉贝勒以后，布占泰加强了跟叶赫蒙古诸部的联络，又在短短几年之间兴兵攻打东海女真，他的势力逐渐就遍及图们江的中下游。同时这个布占泰和同样亲明的双重姻亲舒尔哈齐暗中达成一致，两人想要联合起来抗衡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有所察觉，决定找个借口讨伐乌拉。万历35年的春天，从属于乌拉的东海女真瓦尔科部匪优城主策木特黑前来拜见努尔哈赤，说自己屡次遭受布占泰的羞辱，希望能改投建州。努尔哈赤呢，命令舒尔哈齐、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汗、杨武力等人领3000兵马到匪优城前去接应。乌拉部不可能坐视策木特黑的叛逃，布占泰闻讯以后，马上派去1万多人予以拦截。双方在今天朝鲜境内的乌节岩展开激战，舒尔哈齐命令本部人马按兵不动，差点就让建州军全军覆没。幸好楚英、代善等人带的都是精锐，代善更是直扑敌阵，首任乌拉主将，这才最终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战后努尔哈赤下令要把舒尔哈齐麾下一同避战的2名将领按照临阵脱逃处死。舒尔哈齐呢反应强烈，说你杀他们就等同于杀我。努尔哈赤呢最后顾全大局，做了让步，兄弟2人的矛盾也从此彻底公开。不久以后，
舒尔哈齐来到铁岭东南的黑扯木，正式自立门户，和努尔哈赤分庭抗礼。明朝在得知以后，马上加封舒尔哈齐为建州右卫指挥使。看到亲兄弟背叛了自己而苦心经营的建州事业也处于危险境地，努尔哈赤终于计划除掉舒尔哈齐。他是假意和解，派人给弟弟送信说是要和平解决争端，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舒尔哈齐呢一直在为和兄长决裂而苦恼，收到消息立刻动身前往赫图阿拉。他完全低估了努尔哈赤的险恶用心。一到赫图阿拉，舒尔哈齐就被幽禁到了一处狭窄的密室，用铁锁牢牢锁住，让他无法逃脱。密室之中常年不见天日，只有2个孔洞，一个用来递送食物，一个用来倾倒屎尿。幽禁了舒尔哈齐之后，又把他2个最得力的儿子找来，双双处以腰斩。本来呢还想把舒尔哈齐的2儿子阿敏一并处死，在皇太极等人的极力劝阻下，阿敏才免于一死。2年以后，舒尔哈齐在监牢中适时的死去了，享年48岁。剪除了舒尔哈齐的党羽之后，努尔哈赤把矛头指向了舒尔哈齐的盟友布占泰领导的乌拉部。万历40年，努尔哈赤率领5子莽古尔泰、8子皇太极于冬12月亲征乌拉，在连克数城之后，兵临乌拉城下。乌拉城的位置在今天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旧街村。那么布占泰见势不妙，接连3次遣使请和，努尔哈赤全部不予回应。迫于形势，布占泰亲自乘坐独木舟来到乌拉河上，向努尔哈赤磕头请罪。在严厉训斥了一番过后，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布占泰把儿子和亲信大臣送往建州作为人质，建州军撤兵而去。这个时候，皇太极请求继续进兵。努尔哈赤表示说，对待像乌拉这种量级的对手，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像伐木一样一点一点的蚕食。在放回了布占泰以后呢，趁着乌拉没有恢复元气，建州军一举攻灭了海西女真挥发部。布占泰看挥发已经被灭，更加惶恐，病急乱投医之下，又给叶赫部送去人质请求援助。于是第2年4月，努尔哈赤以背盟求妻联合叶赫为由，率领代善、阿敏、费英东、额亦都等人以3万大军再次讨伐乌拉。很快乌拉城被攻破了，布占泰带着几十人夺路而逃，路上又遭到代善的接击。布占泰是单人匹马投奔叶赫，寻求庇护。这之后一直希望东山再起，但是始终没能实现，最后客死他乡，乌拉部正式宣告灭亡。此时的海西女真只剩下一个叶赫，叶赫部有明军撑腰。在经过一番试探反复权衡之后，万历44年公元1616年春正月，努尔哈赤决定彻底和明朝决裂，在赫图阿拉举行登基大典，上尊号承奉天命富裕列国英明汗，定国号大金，改元天命，定都赫图阿拉。为了和完颜氏的金朝进行区别，史称后金。2年以后，万历46年大金天命3年春正月，60岁的努尔哈赤向大臣们宣布说，武艺已决，今岁必争大明国。这年的4月1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以7大恨告天誓师，明清战争正式开打。那么他的第一场战役会选择在哪里呢？轰轰烈烈的萨尔浒之战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赵东南。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可以及时接收首播信息。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故事仍在继续，下集更精彩，我们下个周五不见不散。